这几天的世界杯看了吗？6月16号那一天，直接给我看傻了。世界杯正赛历史上的第一次同一个比赛日的4场小组赛全平了。西班牙对佛得角，全世界都以为是一场虐菜局。西班牙是什么阵容呀？12亿欧元的身价，而佛得角全队才5000万，差了20多倍。佛得角全国人口才54万，可能还没咱们一个区的人多。可是结果呢？74%的控球率，27脚射门，愣是没让一个球进，最后比分0-0。而更离谱的是那个门将，佛得角的那个门将都40岁了，身价就5万欧元，比西班牙替补席上身价2亿元的亚马尔差了4000倍。可是结果这老哥全场扑了7个必进球，直接把西班牙按在地上摩擦。西班牙的前锋射门的时候，抬头看到这位守门员，估计内心都快崩溃了。而同一天，比利时被埃及1-1逼平，乌拉圭被沙特1-1逼平，伊朗跟新西兰2-2打平了。网友给这一天起了个外号叫世界和平日。你要说这是巧合吧，但是世界杯上的巧合是不是也太多了点？今天咱们就来聊点玄乎的，世界杯历史上7个最邪门的魔咒，有的延续了半个世纪，至今无人能破，有的精准到了年份，让人后背发凉。看完你再告诉我，今年的冠军是不是早就被写好了？咱们先来讲3个最硬的数据，这3个不是什么都市传说，是拿96年的历史堆出来的事实。第一个，也就是最有名的，上届冠军小组赛必出局。你发现没有，每一次的世界杯，上一次拿冠军的那支球队，这一届往往都踢得不好。世界杯有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金杯诅咒，凡是捧起过大力神杯的球队，下一届全都要倒霉。这个魔咒在21世纪简直是豪门坟场级别的存在。我给你捋一下这个有多邪门。21世纪以来的6届世界杯里，有4个上届冠军连小组赛都没有冲出去。2002年的世界杯，上一届冠军是法国队，小组赛1球未进，垫底出局。2010年的世界杯，上一届冠军是意大利队，也是小组垫底，2平1负，小组赛第4回家。2014年的世界杯，上一届的冠军是西班牙队，首场就被荷兰5-1血洗，2连败直接出局。2018年，上一届冠军呢是德国队，0-2输给了韩国，也是小组垫底。还有2个意外，是拿了2002年冠军的巴西队，2006年的世界杯止步于8强。另外一个就是2018年拿了冠军的法国队，在2022年的世界杯好歹算是冲出去了，但是决赛还是输给了阿根廷，卫冕失败。这是距离成功卫冕冠军最近的一次，可是终究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，4/6的命中率，而且全是顶级豪门，说翻车就翻车。大力神杯时代没有球队能够成功卫冕，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被破。虽然有点玄乎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上一届拿冠军的，下一届大概率都死得很难看。那今年谁是上届冠军呢？阿根廷啊！而且更可怕的是，阿根廷中的还不止这一个魔咒。大力神杯呢是1974年开始使用的，到现在50多年了，没有一支球队能够连着拿2届。最强的也就是1990年的阿根廷，1998年的巴西，还有2022年的法国队。这仨呢好歹是闯进了决赛，但是最后呢也全都输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年的阿根廷想卫冕难度有多大？小组赛出线可能都不是最大的坎儿，历史上的50多年没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卫冕。那第2个魔咒呢，就是世界杯开赛前，世界排名第1的球队从来都拿不到冠军。从1994年非法有正式排名到现在，8届世界杯里8个第1，0个冠军。1994年德国队排第1，最终呢止步于8强。1998年巴西队排第1，最终夺得了亚军。2002年是法国队排第1，最终呢小组赛就出局了。2006年和2010年都是巴西队排第1，最后呢也只是拿到了8强。2014年呢西班牙队排第1，也是小组赛就出局了。2018年德国队排第1，也是止步于小组赛。而2022年巴西队第1，又是止步于8强。就是这么邪门，你越强越被看好，但你就越拿不到。而今年的世界杯开打之前，阿根廷刚刚踢赢了冰岛，重新坐回了世界第1的位置。这都属于是双重魔咒叠 buff 了。梅西再厉害，能打破这个96年都没人破得了的定律吗？我看也是有点悬呀。
而第三个更离谱的叫3冠24年轮回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国家队拿到第3次世界杯冠军之后，必须要等整整24年才能拿到第4次。巴西队在1970年第3次夺冠，然后呢是1994年第4次才拿到冠军，中间隔了24年。意大利队在1982年第3次夺冠，而第4次夺冠的时间是2006年，也是相差了24年。还有德国队1990年呢第3次夺冠，第4次夺冠是2014年，还是24年。3个国家全都是整整24年，不多一年也不少一年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那这巧合也太精准了吧。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，阿根廷刚刚拿了队史第3个冠军，如果按照这个规律，他们下一个冠军得等到2046年了。那时候梅西都快60了，估计只能在看台上当观众了。怎么样，这3个够不够邪门？别急，后面还有4个，一个比一个离谱。魔咒4，金球奖的魔咒。也就是说，世界杯前一年拿了金球奖的球员，他所在的国家队第2年世界杯必拉胯。1993年的金球奖是巴乔，94年的决赛呢踢飞了点球，意大利丢冠。1997年大罗拿了金球奖，98年决赛呢却诡异的低迷，巴西呢最后0-3惨败。而2005年是小罗拿了金球奖，06年的巴西呢止步于8强，2009年是梅西，10年的阿根廷0-4输给德国，2013年是 C 罗，而14年的世界杯呢，葡萄牙小组赛就出局了。你就说准不准吧？而去年的金球奖是谁呢？2025年的金球奖是法国的登贝莱，所以法国队今年又选了。为什么说是又呢？因为他们上一届刚刚打破了卫冕冠军的魔咒，已经够不容易的了，难道这次又要中这个？第5个魔咒，外籍教练的魔咒。从1930年第1届世界杯到现在22届了，所有的冠军队的主教练全都是本国人，没有一个例外。96年呀，96年都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规律。而今年巴西队的主教练是谁？安切洛蒂，意大利人。按照这个魔咒来说，巴西队今年没戏。你想拿冠军是吧？行，先把教练换成巴西人再说。有意思吧？你说这是文化问题、语言问题，还真是就这么邪门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。那第6个魔咒就是欧洲杯冠军的魔咒。拿到了欧洲杯冠军的球队，转年再去踢世界杯，大概率都死得很惨。从1998年算起，9个欧洲杯冠军，7个转年世界杯小组赛就回家了。唯一的例外是2010年的西班牙，但是那一届的西班牙是真的强呀，宇宙队，没办法。2024年的欧洲杯冠军是谁呢？还是西班牙。赛前西班牙那叫一个风光呀，高盛给的夺冠率是29%，独一档的存在。可是结果呢？小组赛第1场就被佛得角给逼平了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那味儿了。而且今年西班牙还有个问题，16岁的天才亚马尔受伤了，第1场都没上，这魔咒感觉又要应验了。那最后一个魔咒就是地狱魔咒，这个说的是只要在北美洲、中北美洲举办的世界杯，冠军一定是南美洲的球队。1970年墨西哥举办世界杯，冠军呢是巴西队。1986年还是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，冠军是阿根廷队。到了1994年美国举办的世界杯，冠军呢是巴西队。这3次呢全中。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，又回到了北美。如果按照这个规律，今年的冠军还得是南美的，那是阿根廷、巴西还是乌拉圭呢？等等，阿根廷咱们刚才说了，卫冕冠军的魔咒加上世界第1的魔咒，还有3冠之后必等24年，3重 buff 呢简直是憋满了。而巴西队呢，这一届是外籍教练的魔咒，也悬。那难道是乌拉圭？我就随便说说，别当真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乌拉圭与世界杯的缘分也真是不浅。1930年的第1届世界杯就是在乌拉圭举办的，当时的乌拉圭也是足球强国，刚刚拿了2届奥运会的足球冠军，而且正好1930年是乌拉圭独立的100周年。虽然第1届世界杯只有13个国家参赛，但最后呢，东道主乌拉圭夺冠，成了第1个世界杯的冠军。而1950年的世界杯比赛，当所有人都以为势如破竹的巴西队会夺冠的时候，乌拉圭竟然在巴西的家门口赢了巴西队。所以说乌拉圭祖上呢也是风光过的，也说不定今年又能拿个冠军呢。好了，7个魔咒咱们讲完了，那咱们来汇总一下。如果按照魔咒1，阿根廷没戏；
如果按照魔咒2，还是阿根廷梅西；按照魔咒3，又是阿根廷梅西；按照魔咒4呢，法国队梅西；按照魔咒5，巴西队梅西；按照魔咒6，西班牙梅西。如果按照魔咒7，欧洲的球队都梅西，那算来算去，难道今年的冠军会是个黑马？当然了，咱们说归说，闹归闹，所谓魔咒嘛，本质上就是幸存者偏差加概率巧合。样本量太少了，才22届世界杯，说明不了什么。这要是办个1000届，这些规律呢，估计早就被打破了。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，明明知道呢是大概率的巧合，可是每年到世界杯，大家还是会忍不住拿出来说，为什么？因为足球的魅力从来就不只是22个人在场上奔跑，那些宿命感，那些巧合，那些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安排的感觉，才让这项运动让人着迷。最后问你们一句，这7个魔咒里，你觉得哪个今年最有可能会被打破？欢迎评论区聊聊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